好，接下來緊接着我們趕快看到中國大陸 C919 終於正式的飛出國門了。這個是大陸19年的這個叫做紅色飛機夢。指導波音跟空巴嗎？那這樣子的一個飛機夢能不能複製現在大陸的電動車出海神話呢？歡迎觀眾朋友留言跟我們互動。如果你認為有機會，留言寫1；如果你認為現在目前看起來還要再加強，還要再加油，留言寫2，我們一起互動。好，中國的紅色飛機夢現在真的飛出國了，時間啊熬了19年這麼長的時間，首度的飛出去了。這一次的是 C919 從北京飛到了蒙古的當地國際的航線，代表說中國大陸國產的客機已經從中國內需市場正式的從國際機場給跨出去了。好，為什麼叫 C919？ 來看一下這當中的寓意。C 代表的是 China 中國，那9的寓意就是希望天長地久。這 C919 後面的這個19則是代表是最大的載客量可以達到190座，瞄準的就是現在最主流的載體客機的這個機型啊。那麼機身的寬度也比同等級的波音737跟空巴的 A320 還要來得更寬。我們來看到它的這個最遠航程，現在說可以達到5000多公里。那麼現在目前看起來的最新飛的這一段從北京到蒙古的距離呢是1500公里。1500公里的話是倫敦到巴黎距離380公里的4倍的遠。那它最遠是可以到5000多公里的哦。這不只是一條新的航線，也代表說中國大陸現在正在挑戰不管是波音或者是空巴的最重要的一步。那大家也在關注說它未來有沒有可能靠着它價格的優勢繼續的搶其他的市場呢？首先的第一步會不會從東南亞、中亞、中東等等的市場來持續的擴散？如果真的可以的話，未來波音跟空巴的壟斷就可以說是一個时代正式的告終。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呢？那賴老師怎麼看？我覺得絕對有這個機會啊！我是以一個乘客的一個體驗感來跟觀眾朋友來分享啊。我在上個月啊去西安，我剛好就運氣很好，因為我後來才知道，他一天就有2班啊對飛啊。我剛好就搭了 C919 從上海坐到西安，因為我們現在台灣不開這個航線，讓我們直接從台北到西安去，過去可以，現在不行了，所以結果我們舟車勞頓，累得半死。那怎麼辦呢？我就因為想去看這個秦始皇陵嘛，啊，想去看，那我們怎麼辦？我就只好從上海轉機，從台北飛到上海，再從上海飛到西安，運氣很好，剛好就坐到了 C919 這班機。我以一個乘客的體驗感啊，因為我坐了波音，坐了空巴同等級的飛機，坐太多了啊。C919 確實對乘客來說更舒服，它的空間更大，椅子也比較大，椅子比較寬，比較長，而且呢，它的整個流線還有空間感，你會覺得比較沒有壓迫。我搭波音跟搭空巴的時候，壓迫感比較大，但是搭 C919 的時候沒有任何壓迫。這第一個。第二個，我覺得它的整個光線的柔和感跟設計感會讓乘客更加的舒服。還有一個部分裡面就是它的洗手間，它的洗手間也比空巴跟這個波音的還要更適合我們人體啊，因為它有考慮到我們各種體型的人他的需求。所以我個人如果以乘客的體驗感來講，那是一個很美妙的一個體驗，舒服。從起飛到降落到飛的過程中都是舒服，我們只能用舒適跟安全這2個字。那當然，其他的這個飛機的性能要靠這個機員這個我們的這些飛機的駕駛員他們來分享。但是我們所看到很多歐洲的，因為歐洲現在已經開始在中國大陸對於 C919 進行評分了，他們一樣都通過了啊。現在已經進入到最關鍵的時候，我們也留意到前段時間 C919 它好像飛西藏就是飛高原，他們要做一個高原的一個測試，這是在民航機裡面最困難的一個階段，它都完成了。這代表什麼？因為以目前歐洲所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說 C919 是一款好飛機。那麼這些駕駛員他們試飛過的人都覺得說這是一款好飛機。好。那你想，如果說一旦它的發動機能夠解決，對，它本身中國大陸的生產製造跟這個供應鏈這個部分裡面這個對大陸來講這是它的強項。那一旦它本身的市場需求量擴大了，
它本身開始進入以經濟規模的量產的時候，它的價格絕對會比波音跟空巴的價格更好。是，一旦它的價格更好，各位想想，它當然有競爭力嘛。一旦有競爭力，因為這是一個目前來講啊，這個支線客機的主流的機種。例如說，您看東盟的國家，柬埔寨到寮國，這個飛機最好；泰國在國內跟周邊的，不管到越南、到緬甸、到這個都是最好的飛機。像你馬來西亞到印尼，或是印尼本身的離島，他們本身都是最好的飛機。對於中亞的國家來講，對於加勒比海地區跟南亞還有歐洲很多的國家、很多城市，因為歐洲都是小國嘛，他們本身的串流，這個 C919都是最好的飛機。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只要歐洲跟美國不要挑剔、不要挑難，按照他們自己的同樣的標準。一旦 C919得到歐洲的4航證的時候，美國就沒有理由不給他4航證了。是，一旦都通過了，世界各國只要歐洲拿下4航證，世界各國航空公司就敢下訂單了。對，一旦下訂單，你想想看，他要滿足這些國家的需求就可以滿足。那對中國大陸來講，就可以給人類帶來第3個選項了，而不會只是空巴跟波音2個選，還有中國的 C919可以選。好，所以我們看到 C919這一次首度的飛向國際，所以大家也在看說，那如果未來要飛向更多的國家的話，挑戰波音跟空巴的話，是不是說它的產量也要跟上來？但是現在如果產量要跟上來的話，就是包括了它的自制率要再提升。現在雖然說很多他們的這個飛機大部分都是中國製造的內部，但是還有一些東西是被歐美給卡住的，包括了發動機、航電跟飛控等等。最關鍵的其實還是在它的發動機，主要還是美國奇異航太所提供的。所以大陸現在正在拼，就是自己國產的發動機，這一款叫做長江的這個發動機哦，要把美國的心臟給換掉。再來就是交付量也要同時間跟上來，因為呢，在年的7月份，當時對外披露的訂單是1500架，確認訂單現在也說是1150架，但是到現在看到真正交付量只有42架，所以2個難關還是要克服。有沒有機會？楊老師怎麼看？真的都是時間的問題，以及如何突破國際波音跟空巴。當然，他也在就是抵制卡位，甚至呢在拖延。那西方國家的拖延不只是在機的這個機證認證以及整個就是取得許可，那其實也在發動機的製造上面。現在它 C919 2015年到現在，你剛剛提到42架嘛，哈，對，那目前都是用美國、法國就機翼合資的這個叫做 CFM 這家公司所做的這個引擎，我們叫 LEAP-1C LEAP，然後呢 1C，那它42架，包含飛到就是外蒙古的這個，都是當然用這個 LEAP-1C 的奇異引擎。那大陸自己本身的應該是中國航法所發展出來的，叫做長江應該是叫做 CJ1000A， 對 ，CJ1000A， 這個發動機大概可能今年或明年的時候，它就一定程度的可以這個完成它相關的裝機測試哈，以及這個甚至能夠在明年可以試飛。可是這裡的問題就是，你要再取得就是國際上的認可的時候呢，那這個就是 LEAP-1C 美國機翼的引擎，它已經有幾百小時甚至更多的這個時間哦。那如果是長江的这個新型的引擎，它目前是0，所以它先從國內自己本身做一定的試飛，你要換成新的引擎，然後試飛之後呢，你再慢慢拓展到國際，可能又再一次要從蒙古或者是東南亞開始再走。那這個過程其實大概也可能會快的話，也是要2到3年的時間。不過我覺得不是那麼樂觀，因為基本上他們一定會攔你。那西方做的引擎沒有問題，所以你的機體、你的飛行航式這個時速啊等等之類，累積起來到了這邊，它其實能拖你也不過拖個1-2年。可是你新的引擎的這個安全係數等等之類的這種驗證哦，那就是另外一個話題，那可以挑你毛病的這個情況多得很。同時，這個製造的技術裡面也是不是100%的中國的技術，這也要時間去累積。
啊，因為西方也會卡住，就是這個引擎製造的技術、材料啊、製程甚至軟體啊這些東西的配合，因此這個整個一套不是你引擎做出來，而是你要放在飛機上能夠整個去運作飛行。然後呢，我覺得其實這個時間點可能2到3年，稍微樂觀，要再看未來的變化。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來關心那波音的部分呢？波音現在發展的到底如何？先前我們報道過非常多，是有關於這個波音737 MAX 它的安全事故。那最近又有一些事情發生，包括了這最新消息，453架的737 MAX 的座椅安裝錯誤所以他們的品質的品管又再次的引發爭議。再來就是有關於地緣政治上面的一些問題，包括了来自於歐洲跟中國大陸。中國大陸到底要不要跟波音買這200架？這是看未來美中的關係發展。第二個是歐洲的最大的聯航，這一間是瑞安航空，最新他公開嗆瞎說，川普的關稅戰讓我們買飛機的成本都增加了。如果說未來波音的飛機繼續的調漲它的售價，他就說了，那我們可能未來會決定跟中國大陸來買。接下來可能怎麼發展？艦長又怎麼看？首先，大家要知道，這個波音跟空巴彼此是競爭對手，對不對？但他如果全世界跑出第3家的話，他們2個一定先聯手起來，先把那第3家打下去。這是過去就這樣。因為以前加拿大就有一個龐巴迪，他做出了一個，他花了20億美金做了一個生產線，然後全都合格。美國達美航空跟他一開始訂了125架。結果波音就去控告說反傾銷稅，要就是要政府抽他40%的稅，結果最後是美國政府裁定抽他300%，那一架都賣不成。然後一架都賣不成之後，他們就說那這樣好了，你沒有人敢買你的飛機，你放心，那跟我合併。那個龐巴迪就想到美國就恨，對不对？波音你害得我，就他跟空巴合併了。空巴花了1億美金。買了他51%的那個股權，你相信嗎？1美元。那他說你怎麼去賣它？你不賣是不是？你剩下的49%全部丟到垃圾桶？為什麼？你沒有機會生產，所以他就賣了，你知道嗎？然後這個到今天為止，這個飛機叫做 A220，在空巴在賣，目前他預計可以賣3000架，你就知道他是很成功的，他也很好。加拿大還是美國的親兄弟。照打不誤，对吧？这個商業是個很殘酷的。然後如果說中國今天這些發展啊，像剛剛賴老師說的啊，跟這麼好，如果是日本的成品，我現在就擔保你，它一定沒有市場。為什麼？你日本看不過。那在中國大陸之所以有，它有2大好處。第一個好處，它內需市場太大。我告訴你，我外面我一架都不賣，我基本上我可以維持住我的生產線，這個它可以，這是第一。第二個。中國大陸現在國力很強，你這樣對我這麼不公平，那我也對你不公平，我也對你的波音做什麼，我也對你的空巴做什麼，所以他們有一些機會這個反彈。但是我還是在講這個東西跟別的不一樣。你說這個電動車、無人機，那很容易突破，那個小東西而已。這個都是用傾國之力在打。我說的美國，全國挺波音，歐盟整個在挺空巴，沒有說你個別在那裡，所以這些東西到最後他遇到的都是傾國之力打壓你。那你的國力如果不行，你是很難的。所幸如果30年前這個東西在中國推出來，我也可以告訴你，那基本上結束了。為什麼？你的國力不行，他現在國力很大了，有贏的機會。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